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意大利媒体大亨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去世，享年86岁。英国《每日电讯》领导意大利3届的前总理和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 去世，享年86岁。贝卢斯科尼以其民粹主义以及他作为意大利首富的地位而闻名，建立了一个涵盖意大利大部分文化景观的媒体和广告帝国，这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电视频道、大多数足球报道和一些出版社。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在意大利对政治腐败的干净的手调查留下的真空中上台。作为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贝卢斯科尼发誓要削减官僚主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民的人。然而，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受到刑事指控的困扰，包括洗钱和共谋谋杀。他还被指控与未成年人举行性派对，导致他在2013年被定罪。贝卢斯科尼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因其缺乏连贯的政策或意识形态而受到批评，而是以贝卢斯科尼的个性为中心。对于意大利选民来说，贝卢斯科尼似乎是对之前灰色政客的一种清新对比。他是一位自力更生的企业家，曾是一名歌手，拥有永久的古铜色皮肤、一艘游艇、一位电影明星妻子和美丽的孩子。他自称是一个能够在意大利官僚体系中大显身手的平民之士。意大利人创造了一个词来描述他的浮华生活方式 Berlusconismo。 他的选举竞选几乎完全集中在他的个人魅力上。贝卢斯科尼要求强大意识形态，要求 Forza Italia 党的候选人将他的照片放在竞选宣传上，而不是自己的照片。从一开始，他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引起了批评。他总是名列全球最富有的人之列，2020年据报价值近50亿英镑。他对意大利文化生活拥有无耻的掌控，拥有几乎所有国家的电视台、AC 米兰足球俱乐部、广告帝国和大部分出版社等许多业务。他还面临住持续存在的刑事指控，包括洗钱、逃税、黑手党联系、帮凶谋杀和广泛的贿赂。他3次被判贪污罪名成立，但这些定罪要么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除，要么因为上诉而被推翻。从2010年开始，他还面临一系列性丑闻，包括非法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指控，围绕住他的豪华别墅邦格派对。他因此被意大利法院判处并禁止从政。贝卢斯科尼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争议和挑战，但他无疑对意大利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意大利政治史上最具争议性和富有魅力的人物之一。我们正进入人类最危险时期，全球共有12512枚核弹头，中国武器库正在增长。多伦多星报，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周一表示，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继续现代化他们的武器库，其中7个国家在2022年部署了新的核武器或具有核能力的武器系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丹·史密斯 Dan Smith 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他在声明中说，世界各国政府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以平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减缓军备竞赛，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破坏和全球饥饿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截至2023年1月，全球共有12512枚核弹头，其中有9576枚存放在军事储备中，可以潜在使用，比2022年1月增加了86枚。该独立机构列出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年鉴中写道，美国和俄罗斯各拥有1000多枚曾经退役的核弹头，他们正在逐步拆解这些核弹头。至于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从2022年1月的350枚核弹头增加到2023年1月的410枚，并预计会继续增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写道，根据中国决定如何组织其军力，到本10年末，中国可能至少拥有与美国或俄罗斯相当数量的洲际弹道导弹。该研究所表示，由于俄罗斯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进行了全面入侵，核武器控制和裁军外交遭遇重大挫折。美国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俄罗斯在2月宣布暂停参与
新 START 条约。新 START 条约要求允许对武器场所进行检查，并提供有关洲际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位置和试射的信息。这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的条约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评估，截至2023年1月，美国和俄罗斯的部署战略核力量仍在新 START 条约限制范围内。什么是北约？为什么创建的？德国之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立于1949年，首要目标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扩张在欧洲的威胁的遏制力量。除此之外，美国认为 NATO 可以防止欧洲国家民族主义倾向的复兴，并促进欧洲的政治一体化。然而 NATO 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英国和法国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以应对战后德国的攻击。NATO 最初的12个创始成员国是美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和葡萄牙。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联盟， NATO 目前有31个成员国，其核心任务是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提供集体安全防御，以保护成员国免受外国的威胁。这一核心原则在宪章的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集体防御条款。各方同意，对欧洲或北美地区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是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因此各方同意，如果发生此类武装攻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确认的个人或集体自卫权，每个成员国将立即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个别或与其他成员国一起恢复和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第5条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由美国启动。苏联对 NATO 的回应是于1955年与其他7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联盟，称为华沙条约组织。然而，柏林围墙的倒塌和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为欧洲开创了一个新的后冷战安全秩序。解放于苏联的束缚，一些前华沙条约国家成为了 NATO 的成员。维舍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99年加入。5年后的2004年 ，NATO 接纳了所谓的维尔纽斯集团，包括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于2009年加入，黑山和北马其顿于2020年加入。芬兰成为最新的成员，于2023年4月加入。瑞典也申请加入该集团，但目前被土耳其和匈牙利阻挡。目前有3个国家被归为有志成为成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战争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入该联盟的愿望再次加速。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前苏联卫星国乌克兰加入 NATO 是一条红线。NATO 在条约的第10条中明确提到了所谓的开放政策，允许任何能够增强并贡献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欧洲国家加入。有志成为 NATO 成员国的国家选应该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以确保他们将成为联盟安全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是 NATO 网站上的说法。澳大利亚30年来最严重的公交车灾难，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悉尼先驱晨报，一辆婚礼巴士在猎人谷坠毁，造成10名乘客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澳大利亚近30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他被指控犯有一系列严重罪行。布雷特·巴顿 （Brett Button） 被指控犯有10项危险驾驶导致死亡的罪名，驾驶方式危险以及疏忽驾驶导致死亡。消息人士称，药物和酒精测试显示司机是清醒的。其他报道表明，乘客声称巴顿在事故发生前的那一刻驾驶不规律。这场灾难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巴士司机布雷特·巴顿 （Brett Button）被控以一系列严重罪行，将在周2早上出庭受审。这起事故发生在晚上11时30分左右，当时婚礼巴士在格雷塔 （Greta） 的葡萄酒国道 （Wine Country Drive） 一处环形路口翻覆，困住了乘客。紧急服务人员全力救援，许多受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此次事故对社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 （Chris Minns） 表示哀悼，
并向遭受伤亡的人们提供支持。目前，有关事故原因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州警察局长卡伦·韦伯 （Karen Webb） 表示将涉及州法医的调查。他表示，法医将调查司机是否有责任确保深夜包车巴士上的乘客佩戴安全带。韦伯表示，警察需要将乘客与巴士上的财物进行匹配，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巴士于周一下午被重新翻正，以方便警察寻找遇难者的遗体。这起事故让国内葡萄酒产区的小镇陷入困境。新南威尔士州警务部长亚斯敏·卡特利 （Yasmin Catley） 表示，他难以理解这场不必要的生命损失。他说，这本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场合，却变成了一场如此悲剧。这是这些家庭，甚至整个社区永远无法忘怀的事件。联合国报告称，9%的人对妇女有偏见。卫报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对女性的偏见与10年前一样根深蒂固，性别平等的进展反而出现逆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周一发表的性别社会规范指数发现，无论性别如何，有90%的人对女性持有偏见，这一数据与10多年前收集的数据相同。该报告发现，在80个国家中，一半的人认为男性是更好的政治领袖，40%的人认为男性是更好的商业高管，有1/4的人认为男性揍妻子是合理的。这些数字来自2017年至2022年间收集的数据，与2020年发布的上一份性别社会规范指数报告基本保持不变。该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至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佩德罗·康塞桑 （Pedro Conseco） 表示，我原本期望能看到一些进展，因为90%中有90%。我是说，情况怎么可能变得更糟？他还说，这也是#Me Too 运动兴起的时机，人们对这些偏见规范对女性造成的非常震惊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曝光。但可惜的是，这次的结果让人震惊的是缺乏进展。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偏见导致妇女在政治、商业和工作方面面临障碍，并剥夺了她们的权利，造成侵犯人权的行为。研究人员补充说，尽管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但他们的薪资与男性之间存在39%的差距。Oxfam 英国部门的研究主管阿南姆·帕尔维兹 （Anam Pervez） 表示，这真是令人震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在实现2030年性别平等目标时完全偏离轨道。在2021年，1/5的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17亿妇女和女孩每天的收入低于5.50美元。妇女在全球仍然承担住男性3倍的无偿照顾和家务劳动。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慕尼黑分校的性别暴力专家海蒂·斯特克尔 （Heidi Stock） 表示，需要社会各层面的有意识努力和强烈承诺来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但他表示，有迹象显示进展，例如孟加拉国等地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妇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更高代表性。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